山下武夫和韩露结婚有几重目的，其一是满足自己变态的生理需求，其二，他如今表面上是商人的身份，迎娶一位上海电影明星，有利于打造自身形象，安抚上海上流社会，营造一种虚假的和平氛围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要将韩露作为宣传工具，用电影麻痹普通民众。当然，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利用这次婚礼做掩护，和隐藏在宾客中的合作伙伴碰面，完成山计划正式启动前最后一步的铜板交接。一旦这一步成功，伪币进入印刷流通环节，一切将再难以阻止。想要彻底破坏山计划，就必须毁掉铜板，破坏印刷工厂，还有刺杀山下武夫，少了任何一步，日本人的阴谋都可能死灰复燃。而婚礼是唯一的，也是最后的机会。所以明知道这个行动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，存在巨大的不确定，陈家平还是坚持放手一搏，甚至不惜让妻子左双桃替代韩露假扮新娘，身处最危险的位置。家国命运面前，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。而行动的第一步，就是要拿到山下武夫随身携带的钥匙，海叔才能带队进入地道，实施潜入和破坏。为了完成这个目标，韩露甘冒危险，而二把刀也付出了生命，死在了山下武夫的枪下。二把刀的牺牲让人唏嘘，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，胆小缺少大局观，却在关键的时候拿出了最大的勇气。但更让人遗憾的还是卢芳芳，在太和商行中潜伏了那么多年，终于被组织激活，却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暴露，最后付出性命也没有能够保住铜板。其实卢芳芳是可以不用牺牲的，之所以暴露，是因为她和陈家平的接触从一开始就存在考虑不周。两人都在太和商行工作，彼此都处在重要位置上，一个是总务科，一个是档案科，平时经常会有接触。过去为了掩护自身身份，卢芳芳假装喜欢陈家平，和左双桃争风吃醋，在商行内人尽皆知，这些都是展开工作很好的掩护。但海叔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，在唤醒卢芳芳之后，却要求他不能向陈家平透露身份，让两人总是在公园的长凳上交接任务和情报。终于让钱秀才找到规律，发现了端倪，最终被敌人包围。所谓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，海叔作为陈家平和卢芳芳的上级，工作能力实在是不敢恭维。且不说缺少决断的魄力，明知道婚礼是最后的机会，一旦边壁流入边区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却还是瞻前顾后，忘记了地下工作本就是如履薄冰，需要陈家平替他决断。在对人员和任务的安排上，更是迷惑行为众多。陈家平想要发展左双桃，这个事情老陆一开始是反对的，因为存在巨大的风险。在上报海叔之后，海叔不但同意了，对左双桃的背景调查还出现了疏忽，如果不是刘五常内心动摇，也对组织心生向往，陈家平早就和卢芳芳一样的下场，到死也不知道敌人究竟在哪里。高放是新加入组织的同志，是懂得如何使用日本人电台的技术型人才，缺少前线战斗经验和能力。这样的人才在后方从事窃听和破译，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，但海叔却把他放在了行动一线，让他冲锋陷阵。生死存亡之际，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，让高放参与行动无可厚非，但在行动撤退之后，让他一个人负责断后，去阻挠一群日本兵的追捕，反而是一众行动队队员迅速撤离，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。可以说，海叔但凡有钱秀才一半的聪明，事情都不至于发展到这一步。老陆、卢芳芳、高放其实都可以不用牺牲。